北京通州有一对北漂情侣，他们租到了大大低于市场价的一室一厅，而房东遮遮掩掩的态度，入住之后的种种诡异，千里之外父亲的电话，都令情侣二人不寒而栗，疑惑万分。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欢迎收看本期《走出科学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《走出科学》，我是邓肯，他是月月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匿名楼主在北京租房的真实事件。北京市通州区东六环边上土桥地铁站附近的某小区，一切怪事就发生在土里用红圈圈出的这间房中。事情发生在2011年9月，楼主和妻子那时刚刚大学毕业，一起来北京找工作。和许多青年一样，他们被租金难住了。当年呢，附近一居室租金每个月就要2500左右，押一付三，一次性就要交1万块，这令他们为难，所以迟迟没有地方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偶然看见一张小广告，上面写着土桥附近53平一居室，房东直租无中介费，每个月只要1500元。天哪！低于市场价近一半的房源，小两口心动了。可有经验的人都明白，这么便宜的房子里面一定有问题，请把V字打在公屏上。房主是个年轻人，见面后简单聊几句就签合同了，押一付三，楼主给了他6000元。至于这么干净整洁的房子为何这么便宜，房主支支吾吾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说这房子我住过2年，后来空了3年没人住，最近才决定租出去赚点钱。当天小两口就搬了进来，可楼主说没想到这是一切噩梦的开始。搬进去之后，楼主和妻子先后遇到了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。首先有2个晚上，楼主都在后半夜被家里的灯给晃醒，他和媳妇儿认为是电路接触不良，就没多想。随后的几天，楼主在上厕所的时候，总能看见马桶里有头发在飘啊飘，他认为是媳妇儿最近掉头发，也没有太在意。之后的一天早上，蹊跷的事情出现了，楼主一觉醒来，发现厨房里所有的抽屉和柜子全部被打开。联想到最近家里几件事儿，楼主心里开始发毛，他怀疑是妻子干的，可妻子却怀疑是他在恶作剧。几天后，丈母娘来看他们。这天，楼主和媳妇儿出门办事儿，丈母娘独自在家里洗衣服，听见开门有人进来，还以为是小两口回来了。可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人，才发现家里根本没人。听了此事，小两口请示房东后，马上换了锁。慢慢的，他们发现这间房子确实有些不对劲。之后的一天，真正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这天，妻子去同学家住，只剩楼主自己在家啊。明早要赶飞机，所以楼主早早就睡了。半夜里，楼主起来上厕所，却发现卫生间的门被锁住了。楼主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半睡半醒间，他突然精神了。楼主心里很清楚，厕所的门只有从里面才能反锁，而此时家里只有楼主自己。那此刻卫生间里的人是谁呢？更何况厕所是个密闭的空间，连窗子都没有。想到这儿，楼主不敢想下去了，抄起行李打车出门，直接在机场待了半宿。出差回来后，楼主的一个哥们儿听说这些事儿之后，自告奋勇陪他。这个哥们儿身高1.8米，体重180，是个十足的壮汉。听说了厕所被反锁的事儿之后，哥们儿说没事儿，怕啥？我帮你一脚踹开。二人回家后，万万没想到厕所的门根本没有反锁，直接打开了，这让楼主一脸懵逼。之后的几天，媳妇儿一直在同学家住，没敢回来。楼主和哥们儿住了几天，却什么怪事都没发生，这让楼主慢慢淡化了之前的事儿。哥们儿走了，媳妇儿又回来了，小两口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。不久，可怕的事情又开始了。一天夜里凌晨2点，小两口被饮水机咕噜咕噜的声音吵醒，一开灯，声音就停了。可要命的是，小两口发现饮水机里根本没放水，这让小两口不敢关灯，哭坐到了第2天天亮。还有一个白天，楼主在椅子上写材料，媳妇儿在床上看视频，突然媳妇儿惊恐地回头问：“你踢我干什么？”楼主傻眼了：“我动都没动啊。”两人当时距离至少3米远。后来的一天，又一个哥们儿来家里做客，听说楼主家的鬼事之后，哥们儿说听老人讲，遇到这种事儿多骂骂脏话就行了。于是这哥们儿在他们家骂骂咧咧了一下午，什么八卦不拟草，什么胖子你吉伯好见，这些话都用上了。结果当晚这哥们儿就喷射，这哥们儿牙龈就肿了，弄得小两口哭笑不得。之后楼主给父亲打电话，讲述了这个月在新房中的遭遇。父亲斥责说：“你学了这么多年物理化学白学了啊，不要信这个。”可半个小时之后，父亲又打来电话说：“孩子，还是搬家吧，差钱的话爸爸给你。”几天后，也就是楼主夫妇搬进来的第27天，真正让他们下决心逃
离这里的事情发生了。夜晚睡觉，妻子一声惨叫坐了起来，妻子捂着肩膀，锁骨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被烫伤的红印儿。妻子身上一直带着一个金属的佛像吊坠，妻子说是被这个吊坠给烫伤的。最可怕的是，这时楼主通过门缝发现客厅的声控灯只要灭了就再亮，灭了就再亮，好像是一个人在客厅里用这种方式警告他们千万别出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也就是他们正式搬进来的第28天，夫妇决定退房，逃离这里。唯一可惜的就是说好3个月，现在提前退房，1500的押金肯定是没了，剩下2个月3000的房费，房主也不会给你。而且跟房主说什么家里出怪事儿，房主一定觉得你俩是神经病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夫妇俩跟房主一说这个情况，房主竟然非常平静地说：“哦，没事儿，这种事儿咱也解释不了。那该退房退房，该退钱退钱。”房主居然很通情达理地把钱给了他们。退房是在楼下退的，楼主请房东上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物品缺失。房主居然看都不看，办完手续直接回海淀了。这时楼主又想起1个月前看房子的时候，房主也没自己上楼，而是在楼下等他们一起上去的。显然，房主对这间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。楼主说，从那之后过了1年多才缓过来，他至今都不敢去北京土桥一带晃悠。关于今天讲的出租屋里的鬼事，网友们主要有3种看法啊。第一种比较迷信的认为这间房里死过人，厉鬼作祟什么的，不过这也无从考证。第二种有人认为是人为的啊，家里进小偷了，或者隔壁什么人有你家的钥匙，经常进来恶作剧。可是从楼主的讲述和回忆来看，人为作恶的可能性比较小。第3种观点，许多笃信风水的人看了楼主画出的平面图后，第一时间指出这间房在风水上绝对是大忌，厨房绝对不能对着厕所，床头也不能朝着大门。这2大忌讳全犯了啊！说不好听点，这家的格局就是古代五品墓葬的配置。确实，在风水的说法，厨房对着厕所就是凶宅。不过说到这儿，我猛然间发现，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厨房也是正对着厕所。可惜我是个无神论者，至今家里没有遭遇过灵异事件，盼了好久也盼不到。听了风水专家的话，我决定改造一下格局。他们说找个能镇住鬼神的东西放在厨房和厕所中间，可以挡住煞气，吓跑鬼神。于是我试了一下。鬼神吓没吓跑不知道，反正月月是给吓跑。最后肯定又有人说了，邓肯，你不是号称无神论者吗？啊，那这种凶宅如果有，你敢不敢去住？拜托，北京要有这种房子，你只要把房子过户给我，写我名，我马上搬进去住，天天给你开直播，说到做到。有人说啊，你不怕鬼吗？拜托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冤魂厉鬼，而是我们这种穷鬼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穷鬼，不是我是邓肯，咱们下期见。月月说3连的哥哥姐姐都发大财，说月月